圣经3次称一个人是神的朋友，这个人自己1次都没敢这么说过。他叫亚伯拉罕。你翻遍创世纪，他对着神自称永远就俩字儿：仆人。原文那个词更重，是奴隶。你可能想，这不就是老一辈人说话客气吗？那你看耶稣这边，约翰福音里，耶稣当着门徒的面把话说死了：我不再叫你们仆人了，我叫你们朋友。可就是这批被他当面点名的人，回头写信头一句自报家门，还是那俩字：奴隶。我跟你说，这里头压着一条贯穿整本圣经的规矩，摸到它的人跟神能近到吓人，摸不到的信一辈子，跟神越处越熟，也越来越没感觉。今天咱们就回到4000年前那张饭桌边，把这条规矩一帧一帧看清楚。这张饭桌在创世纪18章头8节，就100来个字，讲亚伯拉罕请3个过路人吃了顿饭。你要是读过，8成没停留过。待客嘛，老人家热情嘛，翻页了。这回咱慢一点，因为这100来个字里，至少有3件事用热情好客根本解释不了。第一件，一个99岁的老人大中午头追着3个陌生人跑了起来。第二件，他嘴里说的是拿一点饼，但他家里活出来的面够喂饱一支小部队。第三件，一桌子好菜端上去，这位主人自己一直没坐下，自己的家，自己的饭，他站着看客人吃。你管这叫热情？热情不长这样，热情是多给你夹2筷子菜。这3件事背后是另一个东西，一套完整的规矩，每一个动作的分寸都是算过的。这套规矩管什么？管一个人站在比自己大的存在面前，该站哪儿，该说什么，该把自己放多低。而且这套规矩你不陌生，你妈妈就会，你也会，你只是不知道自己会。先说你妈妈，家里要来客人，你妈妈电话里怎么说的？别买东西啊，就在家随便吃个便饭。便饭俩字儿说的特别真诚。挂了电话呢，转身就开始写菜单子，把你爸一早支到市场去。到了饭点，8个菜摆上桌，他还得补一句：家里没什么菜，凑合吃啊。你从小看到大，从来没觉得你妈妈虚伪。为什么？因为你懂，在咱们的规矩里，真心要给足的东西，说出口的时候得往小了说。便饭不是撒谎，是敬意。排场留给手，口气压到底。这套规矩还有第2条，去做客，主人说别拘说哈，当自己家。你敢真当自己家吗？翘脚上茶几，拉开人家冰箱翻饮料，你不敢的。你心里门清，这句话只有主人能说，而且说了也不等于给你授权，那是他的客气，不是你的权利。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儿，同一句话从主人嘴里出来是热情，从客人嘴里出来就是没规矩。这条规矩的要害就一句，有些话只有位置高的那一方能说。还有第3条，就一个词，你帮了人家大忙，人家连声道谢，你说应该的，3个字把自己的付出说成本分，好让对方收得心安理得。我每回说应该的，其实心里还等着对方再客气一轮，咱就是这么诚实。这套东西没人教过你，学校里没有哪节课叫客套语法，可你活到今天1次都没用错过。什么话只能主人说，什么客气不能当真，谁站着谁坐着，全在你骨头里装着。好，现在带着这身规矩，咱们进帐篷。4000年前那个中东老头把你妈妈这套语法原封不动用到了神身上，而且用的比你妈妈很多了。创世纪18章第1节，镜头是这么开的：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那时正热。正热是什么概念？中东的正午，地表烫脚，游牧的人这个钟点谁都不动弹，牲口趴在阴凉里，人在帐篷里打盹，路上连条狗都没有，谁家有事也不挑这个点上门。亚伯拉罕就坐在帐篷门口乘凉，他一抬眼，对面站着3个人。这儿有个细节你别错过，经文头一句就把底牌亮给你了，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可写到亚伯拉罕这边，他看见的是3个人。神知道来的是谁，读经的你也知道，帐篷门口那位老人家不一定知道。圣经等于是先把答案塞给了你，再让你看他怎么反应。
所以他接下来每个动作的分量，你都得按他可能只当是3个路人来称。下一个动作，经文用的字是跑，这个字搁在这儿不对劲。你想，他99岁，就在上一章创世纪17章，神刚跟他立完约，给他改完名，他刚受了割礼，按岁数按身体，这就是个该在阴凉里躺着的人，更别提身份，他是这一代的大族长，家大业大，说话有分量的人物。而在那个世界，体面的长者是不跑的，跑得撩袍子、露腿，脚底下扬土。对一个族长来说，那跟当众丢脸是一个意思。有分量的人，连走路都得是缓的，缓才配他的分量。这条规矩到今天都还剩个尾巴。你想想，你们单位一把手会在走廊上小跑吗？不会。他要真跑起来，全楼的人第一反应是出大事了。可亚伯拉罕跑了。大中午头，一个99岁的老人从帐篷门口窜出去，跑脚掀着，就为了拦住3个过路的。没写光环，没写翅膀，就是3个风尘仆仆站在日头底下的人，他就这么跑了。开头说了3件怪事儿，这是第1件，第2件还在后头，因为中间插进来了一个动作，比跑还重。他俯伏在地，俯伏在地就是整个人趴下去，脸冲着滚烫的土。就冲这个俯伏，我专门去翻了希伯来原文，翻完我在桌子前坐了好一会儿。这个词的希伯来发音我练了好几遍，总觉得像个喷嚏没打出来，就不当着大家的面念了，咱直接看它的意思。你去查这个词，它在整本旧约里就是敬拜那个字。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带以撒上摩利亚山，跟仆人说，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那个拜是他。诗篇95篇，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还是他。后来以色列人进圣殿下拜，列王面伏于地，用的全是这个字。他在旧约里出现了170多次。你可以这么说，旧约的敬拜一大半是长在这个动词上的。也就是说，那个正午，一个老人对着3个连名字都没报的路人，做的是一个敬拜级别的动作。而这个字骨子里就是个身体动作，趴下，脸贴地，压到不能再低。话得说公道，礼拜天唱诗、举手、赞美，算不算敬拜？算。诗篇150篇白纸黑字，击鼓、跳舞、吹号都算数。往上扬的那一半是真的，一点不掺假。可俯伏这个词的原文提醒你，这件事的地基里还埋着另一半，往下的那一半。歌是往上升的，字根是往下趴的。圣经里的敬拜2个方向都有。你去看旧约里那些人，这2半原本是长在一块儿的。大卫能在约柜前跳舞跳到不顾体面，也能俯伏在圣殿方向下拜。所罗门献殿那天是双膝跪地，然后才双手向天，先下去再上来。咱们把往上的那半留下了，往下的那半呢？你自己琢磨琢磨。上一回你的敬拜里有向下的动作是什么时候？倒不用真趴地上，我说的是那个方向，把自己放低的那个方向。这问题我先撂这儿，今天结束之前咱还得回来碰它一次。哦对了，顺便提一嘴，这段经文还藏着个千古悬案，来的明明是3个人，亚伯拉罕开口叫的却是单数的我主。这3和1之间怎么回事？教会读了2000年，2大主流读法到今天还各执一词。有人从这3与1里读出了3位一体的影子，也有人说这是耶和华带着2位天使同行，因为下一章开头进所多玛的确实只有2个天使。两边都有道理，我不裁判哈，咱今天就盯着他做了什么。好，说回来，看完动作再听亚伯拉罕开口。创世纪18章3到5节，他跟这3位说的话，你数数里头的自称。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头一句自称就放下去了，仆人。还有前头那半句，我若在你眼前蒙恩，翻成大白话就是您要是赏脸的话。他连请留下来都不敢直接说，得先垫一层如果您愿意。然后亚伯拉罕说，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那时候人穿凉鞋走土路，客人进门先端水洗脚，是那个世界的标配礼数。容我是请示的口气，商量着来，这不像招呼客人，倒像下级给上级打报告。
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还有，你们寄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又一个仆人，末了还添一句，理当如此。你们上我这儿来，我伺候是本分，你们不欠我什么。4句话，2个仆人，一个容我，一个一点饼，收在理当如此。每个字都是压着说的。你注意听，这里头没有一个字在装可怜，也没有一个字在表演谦虚，就是位置感，稳稳当当的。您是客，我是仆人，这儿的规矩我懂。这语法你熟不熟？你妈妈那句随便吃个便饭同款，方向一模一样，往小了说，往低了放。那按这个语法，接下来该发生什么？你已经能推出来了。嘴上说的越小，手上做的越大。你妈妈说便饭端出来8个菜，她说的是一点饼。我跟你说，她嘴里说的是一点饼，可她转身钻进帐篷之后干的事儿，跟这3个字完全对不上。对不上到什么程度？跟着他进帐篷看，创世纪18章6节，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3细芽细面调和做饼。”注意2个词，急忙、速速。一个99岁的老人跑完步、趴完地，现在冲进后帐催他太太：“快点！”老族长亲自进厨房催饭，这画面已经不寻常了。可真正的料藏在那个量词里，3细芽，你猜是多少面？我特意去查了古代的度量衡，1细芽大概7升多，3细芽22升上下。22升什么概念？我拿家里那个5升的水桶比了比，4桶还冒尖。换成重量，10几公斤面粉，你家最大的和面盆装不下，得分好几盆揉。烙成饼，按现在早餐铺的量，能堆满2张桌子。别说3个客人，30个人放开了吃也吃不完。而客人一共3位，他嘴上说的是什么？一点饼。到这儿你就看明白了，一点饼跟随便吃个便饭是同一句话的2个年代版本。嘴上把话压到最小，手上把排场开到最大，这中间的差价才是他真正想对客人说的话。顺着这个量词，我还挖出来一个彩蛋。这个3细芽，我本来查完换算就想翻篇了，结果多了个手，在圣经软件里又搜了一下这个词，搜出来一处新约。马太福音13章，耶稣讲天国，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3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和合本翻成3斗，你去看希腊原文那个量词就是3细芽，跟撒拉那天和的面一模一样的量。耶稣随口讲一个天国的比喻，选的面量正好是圣经里那顿招待神的盛宴的量。是不是有意的？我不敢把话说死哈，但你至少可以这么记，整本圣经一说往大了和面就是这个数。天国的量和待客的量用的是同一个刻度，这种细节就是圣经的埋伏，你读20年可能都撞不上，撞上一次够回味半个月。撒拉那边这会儿什么阵仗？你可以脑补一下，22升面分几盆揉，正午的帐篷里面粉扬起来跟下雪一样。你家过年来客那天的厨房就是这个场面。好，饼安排上了，接着读第7节，又一个动词跳出来，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又跑，这是他今天第2次跑，而且这回是力气活，挑牛牵牛。这儿我得给你补一笔账。创世纪14章记过，亚伯拉罕家里能拉出去打仗的壮丁318个，这318人不是摆设，就在几章之前，他带着这支队伍连夜奔袭，把掳走他侄子的4王联军打得连滚带爬。能打的就300多，再加上干活的仆人，各家的家眷，这就是个几百口人的营地。也就是说，挑牛这种活，他咳嗽一声，马上有20个人抢着去。亚伯拉罕没吩咐，他自己跑去的，面也没交给女仆，点名撒拉亲手和。女主人亲自下厨，在那个世界是最高接待规格。奶油和奶呢？第8节写的是亚伯拉罕又取了，还是他自己端的。你发现这顿饭的成本结构没有？说出来的话1分钱不值，一点饼动动嘴皮子的事，可手上的动作全是真金白银。正午跑2趟，宰一头嫩牛犊，太太亲自和22升面，这就是分辨诚意的土办法，4000年没变过。客气话人人会说，你看他肯为那句客气话花多少力气，话说的越小，手上动作越大，这是真心。
反过来，话说的震天响，手上没什么动静，那就是场面了。饭好了，端上去。第8节，这顿饭的最后一个画面，也是我觉得整段最怪的一个。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客人吃，主人站着。你把这个画面在脑子里放一遍，这是他的家，他的树，他的牛犊，他太太和的面。按咱们的规矩，主人怎么也得坐主位，举个杯，张罗2句。可他不做，就站在树影里，像个上菜的伙计，看着3位客人吃完这顿饭。站着伺候，在圣经里是有讲究的。列王记形容臣仆在王面前用的词就是侍立，站是仆人在王座前的标准姿势。一个大族长在自家树底下站出了朝堂的站法。没人叫亚伯拉罕站着，3位客人没说一句你站着伺候，是他自己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上的。你把镜头拉远一点看，这一站出了整段经文的构图。坐着的是神，站着的是人，谁是主谁是仆，一句台词没有，位置把话全说完了。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现在回头再咂摸这句话，味儿就出来了。他真不是客气，他是把伺候这件事整个记在本分的账本上，一笔都没往人情账本里记。人情账对方是要还的，本分账不用还。他伺候完不觉得神欠他什么。你身边要是有这种人，你就知道帮完忙真心觉得这有啥，转身就忘，跟他相处特别轻省，因为他心里不挂账。亚伯拉罕对神就是这股轻省劲儿。好，3件怪事看完了，跑22升面，站着，合在一起指向同一个方向。这个人在神面前把自己放得极低，而且放得心甘情愿，放得熟门熟路。那你可能要问，他这么放低，神领情吗？领情，而且神给的回应重到吓人。圣经前后3次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以赛亚书41章，神亲口说，我朋友亚伯拉罕。历代志下20章，约沙法王祷告，对着神说，你朋友亚伯拉罕。雅各书2章，新约的书信盖章，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3次，一次神亲口说，一次人对神说，一次写进新约。你再去找第4次，找亚伯拉罕自己说一句，我是神的朋友，没有。翻遍创世纪一次都没有。他对神的自称永远是那个词仆人。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里本意就是奴隶、苦力，不是服务员那个量级的轻飘飘的词。神那边把称呼往上抬，他这边把自称往下压，两边一直这么错着位，谁也没纠正谁。到这儿肯定有人要抬杠，这不还是客气吗？跟避人寒舍一个道理，古代晋东的谦辞而已。我跟你说啊，这个杠抬得好，咱把它抬到底。创世纪18章那几声仆人确实可以只是当时的客套语法，这我认，不搅浑水。但开头说的那个落款就不是客套能解释的了。为什么？因为希腊罗马的书信格式根本不要求自贬，人家的标准开头就一行，某某写给某某问安，就这么一行，谁也不用把自己说低。保罗写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那个仆人是他自己腾出笔墨主动添上去的。文化没要求，格式没要求，他非写不可。客套是文化给的，落款是自己挑的。这条规矩我给他起了个名叫单行道。亲密的称呼只从上往下发，从下往上开是逆行。这条道你天天在走，领导可以叫你小张，你敢叫他老王吗？你爷爷叫你的小名叫了一辈子，你敢给你爷爷起个外号吗？没人教过你这条规矩，可你活到今天一次都没逆行过。现在把单行道这块牌子举着，咱们回到那些落款跟前，一封一封看。这回你能看出汗毛立起来的细节。约翰福音15章，耶稣亲口对门徒说，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当面说的。那这批人后来写信，你猜落款怎么写？先看2封。罗马书写他的是保罗，新约里一半的书信都是他写的。他的第一句，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再看彼得后书，写他的是彼得，就是那个3次不认主，后来在海边被主3次问你爱我吗的彼得。他的第一句，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原文那个词还是奴隶，被当面生成朋友的人，落笔
还是奴隶。这不算最狠的，最狠的是剩下2封信。写信的人是一对亲兄弟。马太福音13章，拿撒勒的乡亲提起耶稣，随口报了他家的人口。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雅各和犹大是耶稣的弟弟，跟耶稣在一个屋檐底下长大的人。兄弟这个词，教会传统里还有别的读法哈，咱今天按马太福音的字面直读。雅各书第1句，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犹大书第1句，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你品品犹大这个落款，犹大书总共就25节，一页纸的小信，就这么一封小信，他自我介绍，手里本来攥着全天下最硬的一张名片，耶稣的弟弟，他不用，他绕了个弯，说自己是雅各的弟兄，宁可蹭哥哥，不敢蹭耶稣。亲弟弟落款不写弟弟，写奴隶。这张牌血缘最近的人都不敢打。好，现在把刚才记下的那笔账翻出来，算算咱们自己的。亚伯拉罕的公式是话往小了说，事往大了做。咱们的呢？看2个画面，你自己就能打。第一个画面，我先拿自己开刀。我好些年的睡前祷告是一套可以直接背给你听的模板。主啊，感谢你保守我今天一天，求你祝福明天的事，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前后不到30秒，语速比跟外卖小哥说放门口就行还利索。熟到嘴自己会动，脑子全程不用上线。你要是也有同款，咱俩就算被一块抓到了，没有的话就当听我认个账。第二个画面，为了给领导回一条微信，你在输入框里打了又删，删了又打，一个收到后面要不要加好的，要不要带个表情，斟酌了10来分钟才敢按发送。2个画面放一起，账就出来了。给领导的一条微信，字斟句酌；给神的一天总结，像自动回复。可你再听听咱们嘴上说的都是什么，全是大词。主啊，我把一切交给你，为你我愿意摆上所有。亚伯拉罕是话说的极小，事做的极大。咱们正好倒了个个儿，话说的极大，事做的极小。摆上一切发在朋友圈，摆上的部分也就停在朋友圈。咱们不是不爱神，咱们是跟神熟过头了。先别忙着难受，咱把熟这个字想明白比难受有用。你想想啊，你跟谁说话最冲？多半是爸妈。你对谁最没耐心？多半是家里那位或者孩子。快递员你都客客气气的，回头一接你妈电话，3句就烦。为什么呢？就因为一个熟字。熟的本能是省略，关系越近省得越多，省客套，省措辞，省铺垫，最后省到只剩需求本身。这算不上谁坏，它就是人际关系的出场算法，人人都预装。麻烦就麻烦在咱们把这套算法原样搬到神身上了。信主头1年，祷告前还会定神，做直一点。信到第10年，跪都省了，躺着就把今天的额度说完了，跟神熟了吗？可亲密和随便本来是2样东西，这套算法把他俩焊死成一个了。咱们想要亚伯拉罕那种亲密，又想省掉他那套分寸。单行道上想蹭朋友的劲，又不肯走仆人的道，2头一起拿，单行道上没这种走法。而且你受过的教导，没准还助攻了这件事。这些年流行的讲法是神是你爸爸，祷告就是聊天。这话本身没错，可没人给你补后半句。亚伯拉罕跟神熟成那样，也没敢把仆人2字从嘴里省掉。顺便说个好玩的，亚伯拉罕那几声仆人容我，跟咱们老祖宗的鄙人寒舍犬子是同一套语法。隔着几千公里几千年，2个文明各自发明了同一种说话方式，越郑重的场合越把自己说小。下回酒桌上听见谁说薄酒一杯不成敬意，你就想想曼丽橡树底下那位。这套道理全人类都懂，就是咱们对神把它给省了。那有没有人没把它省掉？有，就是亚伯拉罕本人。而且他做对的时间点才是最值得看的。你往前翻1章，创世纪17章，看看这顿饭的前情。那一章，神把能给的全给了，跟他立约，给他改名亚伯兰，升级成亚伯拉罕，多国的父，还白纸黑字应许，明年这时候撒拉给你生个儿子。99岁的人盼了一辈子的东西，1章之内全部到账。这种白给的好处，圣经里有个专门的词叫恩典。按人的出场算法，领了这么大的恩典，接下来该怎么着？
照理说该飘了，恩典领得越多，越觉得理所应当。头一回被提拔，你感激涕零；第5回，你觉得那是自己应得的。这是人性，谁也别装。可17章翻过去就是18章，刚领完史上最大应许的人，大中午头跑着去给3个路人打水洗脚。神对他越好，他服得越低。这个人不是不懂亲密，神的应许都说到他耳朵边上了，还不够近吗？他是不肯让恩典变成惯性。恩典一变成惯性，就成了工资，月月都发，发到你忘了谢，哪个月少发了你还要闹。亚伯拉罕拿到的每一样，他都按头一回领的规格来接。这份功夫有多难，你拿自己试一下就知道。呼吸、睡醒、孩子平安到家，这里头哪一样你还有头一回的感觉？都麻了吧？习惯这东西是个贼，他把白给的一样一样偷偷改写成本来就有的。这条单行道上还走过第2个人，他拿到的待遇比亚伯拉罕还高，摔的那一跤，亚伯拉罕一辈子都没摔过。我每回读到都心里发紧。摩西，出埃及记33章11节，圣经给了他一个全书独一份的待遇。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你听，又是这个词，朋友，而且这回更近，是面对面。亚伯拉罕好歹算一场接待，摩西是常态化的进会幕就能说上话的那种。那按单行道的规矩，他自称什么？不用我说了，你已经会抢答了。仆人。圣经给他的官方评语，民数记12章3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地上最谦和的人。这评语什么背景？他亲姐姐米利暗、亲哥哥亚伦在背后攻击他，他一声不吭。最后是神亲自下来替他说话。被自家人捅刀都不辩解的人，谦和到这个地步，规矩又对上了。放得最低的人，神凑得最近。面对面这个待遇，全圣经就他一份。但圣经没打算把他立成又一个模范标兵，让你听完记一句要谦卑回家睡觉。他把这位地上最谦和的人的第40年也原原本本记了下来。民数记20章，出埃及第40年，一个叫加迪斯的地方。第1节有个细节，很多人读的时候划过去了。米利暗死在那里，葬在那里。摩西的亲姐姐，当年在尼罗河边远远守着那个小篮子的，就是这个姐姐。刚下葬，坟土还没干，会众围上来了，没有水，百姓聚集攻击摩西和亚伦，话说得极难听。你们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旷野，叫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这种话，摩西听了40年。金牛犊那回，报恶信的探子那回，可拉一党那回，一波接一波。他一次次趴在神面前替这群人求情，一次次把要落下来的怒气拦住。现在他120岁上下了，姐姐刚埋，这群人又来了。神吩咐他，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你注意那个动词，吩咐，开口说句话就行，连杖都只是拿着，不是用的。摩西招聚了会众，然后40年的东西在这一刻决了堤。他开口说了一句他这辈子最不像他的话：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说完，抡起杖往磐石上连打2下。我为这句话去查了原文，查到一个细节，你把他刚才那句话再听一遍，就听主语，我为你们使水。和合本翻的是我，希伯来原文那个动词是复数，我们为你们使水。他把亚伦烧上了。你听出来了没有？这句话的主语里有摩西，有亚伦，唯独没有神。一个40年开口闭口耶和华说的人，就这一句话把神说丢了。水呢？水还是哗哗的流出来了，会众和牲畜都喝足了。神没让百姓陪着受罚，但神对摩西和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应许的地。40年差最后一步。让摩西栽的是什么？是狂妄吗？不是，摩西到死都是地上最谦和的人。让他栽的是委屈。40年的委屈攒在一处，就等一个没有水的中午。我为你们做了这么多，这句话一出口，位置就挪了，从仆人挪到债主，
仆人伺候完不觉得谁欠他，债主不一样，债主是要收账的，而且债主的祷告都有一股账本味儿。神啊，我为你摆上成这样，你就让我碰上这个？这个味儿你陌生吗？委屈是次序最强的腐蚀剂。我知道听到这儿，有人心里咯噔了一下。不知道你有没有过那么一个主日，散了会，你留下来收拾，走的时候大厅已经黑了，门是你锁的。那天台上念了一长串感谢名单，没有你，你什么都没说，真没说。只是后来从哪个礼拜开始记不清了，你就不那么热心了。要是你没有过这种时刻，那是你的福气。不过你身边多半有一个这样的人，谁扛40年不委屈？摩西的委屈每一分都有来处。这不是坏人的故事，这是最忠心的人才会碰上的危险。付出越多，账本越厚，账本越厚，越容易在某个没有水的中午，从仆人变成债主。好，2个样本都看完了，一个把位置守成了教科书，一个在第40年疼了一下，松了一次手。看到这儿，你心里80%已经在总结中心思想了。这期是讲对神要恭敬点，说话注意点，别太随便。要真是这样，那这期就白做了。这样的道你听过100遍，我跟你说，这顿饭你只看了一半。创世纪18章一共33节，咱们才讲到第8节。真正惊人的是3位客人吃完饭抹完嘴之后才发生的。开头我撂过一句话，摸到这条规矩的人跟神近到吓人。近到什么程度？马上给你看。那个下午剩下的部分是整本圣经里一个凡人跟神之间发生过的最大胆的一场对话。这场对话之前，先有一个谁都没想到的转折。3位客人吃完，起身往索多玛方向去。亚伯拉罕送客，送出去一段路，然后创世纪18章17节，圣经录下了一句神的自言自语。你注意，这句话不是对亚伯拉罕说的，是神自己心里的话。圣经特意把它录下来给你听。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我头一回把这节读进去的时候，愣了半天。这是什么？这是神在给一个人开知情权。索多玛的事是天上的判决，按说跟亚伯拉罕没关系，神可以办完就走。神没有，神觉得瞒着他不合适。你要是觉得这没什么，我把另一节经文摆到他旁边，你再看。就是开头提过的约翰福音15章，也是评论区肯定会有人拿来反驳这期的第一武器。耶稣不是亲口把仆人这个称呼废了吗？行，咱把这节整句读完，一个字不跳。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听见定义了吗？耶稣给朋友下的定义就藏在那2个因字后面。仆人嘛，不知道主人在做什么；朋友是我把从父那里听见的都告诉了你。朋友的定义是交底，这个定义跟可以随便一点关系都没有。而创世纪18章17节那句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就是这个定义的4000年前现场。神称他朋友，可不光是给个称号，是真按朋友办事，把还没发生的事先说给他听。接着看22节，一个动词把整章缝起来了。2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仍旧站着。中午站着是伺候上菜，现在还站着，人没挪窝，事情变了。因为神刚把索多玛要被审判的事交了底，而他的侄子罗德全家就住在索多玛。然后整本圣经里最大胆的一场谈判开场了。亚伯拉罕开口，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如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你掂掂这话的分量。一个凡人站在神面前，跟神讨论这判决合不合理。神答，为这50个的缘故，我就饶恕那地方。按说到这儿就该谢恩收场了，他没收，他往前又挪了半步，先把自己往地里按了1分。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假若这50个义人短了5个呢？神说，见有45个也不毁灭。40个呢？为这40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30个呢？神说，也不做这事。
20个呢？为这2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10个呢？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从50砍到10，6个回合。我读这段的时候，真在纸上画了个梯子，50、45、40、30、20、10，跟记菜架似的，越画越不敢相信这是人跟神的对话。神一步一步让，他一步一步跪着往前挪。你再注意一件事，他嘴里那2套话是同一口气说出来的。我虽然是灰尘和你都要剿灭吗？求主不要动怒和我再说这一次，把自己放进尘土里的话和敢跟神对到底的话，出自同一张嘴。全圣经再没有第2场这样的谈判。现在你把这一整天连起来看，中午他跑，他趴，他站着伺候，把自己放低到不能再低。下午神向他交底，他站在神面前，一刀一刀跟神砍价，砍的还是一成人的命。位置放的最低的人胆子最大，这就是那条规矩的下半节，也是这一期真正要说的东西。咱们一直把仆人当成把人挡在门外的栏杆，这个理解方向反了。次序不是距离，是入场的方式。他没抢朋友那个称呼，一次都没抢，可朋友的实质交底，面对面站着听他讨价还价，神整个捧到了他面前。称呼他让给神说，实质神让他活了个满。这还没到底，这条单行道最深的一段在新约路加福音15章，耶稣讲过一个父亲，小儿子把家产败光了，往家走，肚子里揣着一套认错的台词。经文说，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跑去，一个中东的老父亲撩起袍子，当着全村人的面朝着那个败家子跑。这个画面你眼熟吗？4000年前，一个老人朝着神跑过一次，这一回是天上的父亲朝着人跑。那种跑，体面人不肯做的，掉价的，跑脚掀起来的跑，神自己做了一遍。再看洗脚，亚伯拉罕端水给3位客人洗脚。4000年后，约翰福音13章最后的晚餐，耶稣离席站起来，脱了外衣，拿手巾束腰，把水倒进盆里，跪下去，一双一双洗门徒的脚。当年人端给神的那盆洗脚水，神亲手端了回来，倒过来洗人。还有站着伺候，路加福音12章37节，耶稣说，主人回来，看见仆人警醒，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你敢信吗？这说的是主人伺候仆人。橡树底下那幅客人坐着吃，主人站着看的画，被神翻了个面。仆人坐席，主人上菜。跑、洗脚、站着伺候，单行道上每一个往下的动作，神都亲自反着做了一遍，还给人。这条道从来不是只让你往下走的，你往下走的每一步，神那一头早就往下走得更狠。那最后一个扣就来了，神叫我儿子，叫我朋友，我自称仆人，我到底该拿自己当什么？一句话就解开了，名分是神说的，姿态是你回的。神说你是儿子，你就真是儿子，这是不归你谦虚，谦虚反而成了不信。浪子那段有个细节我特别爱看，那小子在猪圈里练好的台词是3句，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你去数路加福音15章，他真说出口的只有前2句，第3句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永远没说出来。父亲没给他这个机会，直接回头吩咐仆人，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袍子往身上一披，那句雇工就烂在肚子里了。为什么父亲不许儿子当雇工，却由着保罗自称仆人？你听这2个词各自的心思。雇工是谈条件，我干活你管饭，那是想把白给的恩典改成工钱。保罗那声仆人是报家门，我这个人整个是基督买回来的，一个想还清，一个认了欠。对了，你网上喊的那声阿爸父，也是这条单行道发的货。加拉太书4章6节写得明白，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你听清了吗？连你朝天喊爸的那口气，都是神先放进你心里的。
这条道走到最后一寸还是从上往下的。好，把前头撂下的那个问题捡回来，你的敬拜里那个向下的动作该从哪儿开始？我不布置趴地上的作业，就一个动作，今晚祷告开口之前先安静10秒，10秒什么都不说，就用这10秒想一件事，我这是要开口跟谁说话？是对着那位被咱们嘴上叫熟了心里叫小了的神。10秒之后再开口，那句主啊的分量自己就变了。这10秒就是趴下去的现代版，身体不用动，位置动了。有人今晚试了，明晚忘了，后天又把祷告收回30秒下单。没关系，我说真的，你回头看那顿饭，神进帐篷吃饭的时候，亚伯拉罕自己就是满分吗？前一章创世纪17章，神应许他生以撒，他的反应是俯伏在地笑了，心里嘀咕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就这么个刚笑完神的人，神照样进了他的帐篷，吃了他的饭。神没等他考到满分才来，也不会等你学会分寸才爱你。那10秒明晚还在，哪天想起来，哪天就是你的曼丽橡树。对了，开头那句当自己家到这儿也能接上了。人间的主人说这话是客气，你不敢当真，也不该当真。神不一样，神是真给，给名分，给灵，给知情权，连家门钥匙都塞你手里。可你发现没有，越是明白这一切是白给的人，进这个家门反而越轻手轻脚。最懂当自己家的人，最守这个家的规矩。最后回那棵橡树底下，那个下午的最后一帧是这样的：3位客人在树荫下吃饭，一个100岁老人站在旁边的树影里，看着神吃他家的牛犊，蘸他家的奶油。他没做，也没人请他做。这幅画在圣经里停了4000年。然后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那位客人又开口了。你听听这话是对谁说的？老底嘉教会，全圣经最有名的那间不冷不热的教会，一群跟神熟出了油，自我感觉还挺好的人。神对这样的人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4000年前，人站在帐篷门口，把神请进来吃饭，站着伺候。4000年后，神站在门外，敲一群老信徒的门，要进去摆席。这一次，站在门外的换成了神。这一次，神开口第一件事是请你坐下。这一章我来来回回读了快1个月，越读越觉得最不可思议的不是一个老人能把自己放得那么低，是他放得那么低之后，神竟然凑得那么近。所以最后这句话我也就敢在这儿说，那个你一直想坐又不敢坐的位置，不用抢，他请你的时候你就坐。